月天气变热了，娱乐圈也躁动起来了。6月才过1周时间就大瓜小瓜不断，有人出轨，有人换女友，有人内涵前妻，最多时候一天3个瓜，一起来复习一下吧。6月5日，看似平静的一天，被张一山一条微博打破。他突然发文表示眼球已经开始有变化了，还配了一张照片，隐约可以看到他眼角发红，眼球突出。张一山眼球怎么了？迅速登上热搜。张一山本人还曾经在采访中说过，自己一直在生一个很漫长的病，感慨混娱乐圈也需要体力，让大家更加担心他的健康。后续有人帮张一山解释，提到他最近要饰演一位盲人，可能是在适应角色，这里也希望张一山尽快出面回应一下，免得大家误会。而在这一天，时隔7年，内扎再次开了微博评论功能，粉丝为此激动不已，纷纷下场控评，替他打 call， 还翻出了他当年被郑爽粉丝网暴的瓜，替内扎鸣不平，立受害者人设。不过郑爽粉丝并不认账，不光 diss 内扎冠3出身，翻出了内扎美空网和多位富二代男友拍亲密照，小号批评黑马唐嫣、刘诗诗的诸多黑历史，质疑他给自己立清清白白白莲花人设。还表示自己家根本没有骂过内扎，内扎可别倒打一耙了。但其实这个事吧，讲真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要知道内扎的不少负面瓜确实是比较锤的，本身就有点经不起扒皮。然后在感情问题上，内扎和张翰的时间线也确实有点说不清楚，所以他当年确实被郑爽的部分粉丝骂过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内扎当年能火，能有热度、流量，一度跻身90流量花的行列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粉圈打架帮他虐了粉，吸取了话题度，提升了咖位，要不然的话，光有美貌，他不见得就能出圈。基于此，老实说，几家都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张翰、郑爽、内扎这个瓜当中，3方没一个人是无辜的。至于说内扎这一回为啥突然打开评论，很简单，他在影视圈混不下去，接下来要主打综艺咖、商务咖这2个路线了。而走这俩路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粉丝能打，数据流量漂亮。继续关闭微博评论，对他的发展不利。微博近期改规则了，数据上不去容易掉币。最后再浅 Q 几句郑爽的料吧。近期有好几个号子在发郑爽的一些片场视频物料，说是郑爽已经悄咪咪复出，正在拍戏。不过这些视频其实是假的，是郑爽封杀以前拍的。比较靠谱的消息是，郑爽想要在短视频平台拍那种付费的几分钟土漏狗血连续剧，借此盈利。为此他还接洽了几个野鸡小剧组，打算与之合作。但因为代孕弃养、偷税漏税的事，他已经被全平台封杀，他这个曲线复出的计划不一定能成功。6月3日，五月天的演唱会又出事了，就连身经百战的娱乐博主都感叹没见过这种架势。一场演唱会从第1天炒到了第3天，粉丝们从线上炒到了线下，吃瓜网友们从这个热搜窜到了那个热搜，终于见到了自己想看的画面。演唱会的最后一天，五月天粉丝和华晨宇粉丝在外场吵起来了，起因复杂，容后再表。先说说粉丝们的战斗力，在声势浩大的叫骂声中，他们居然能保持着诡异的统一性，喊偶像名字，喊应援口号，喊对方偶像黑料，粉丝战斗力不可小觑，为了打击对方无所不用其极。在乱七八糟的声音中，张碧晨的名字格外响亮。好吧，张碧晨女士再一次在华晨宇粉丝对外作战中无辜躺枪。先来说说这次吵架的原因，粉圈斗争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所以我们以一个路人视角来看看。早在五月天演唱会之前，就有消息称华晨宇收到了邀请，五月天的粉丝们却大部分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。至于原因，不说大家也都知道，但是邀请助阵嘉宾嘛，这是粉丝说的也不算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6月3号，也就是五月天演唱会的最后一天，买到票的粉丝们早早进场，没买到票的粉丝在外应援。作为娱乐圈的一线明星，华晨宇的粉丝自然不少，粉丝多，弄出的阵仗也不太可能小。挂横幅、举灯牌、穿统一的服装、挥荧光棒，这让主场粉丝十分不满。本来你就是个助阵嘉宾，搞出这么大阵仗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你这个助阵嘉宾没满意过。于是，一切意外从尴尬开始。华晨宇作为嘉宾上台表演，台下却罕见的沉默。这是五月天粉丝们在表达抗议和不满。也有人说，五月天和华晨宇的曲风并不相同，
所以有一部分观众不买账也在情理之中。当然，这完全不符合作为主场嘉宾的礼仪。阿信为此还主动和台下观众互动，希望能把场子炒热，但是他失败了。与此同时，外场华晨宇出来后，他的粉丝开始动作，起身合唱，点亮灯牌，挥举荧光棒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五月天的粉丝也开始活跃起来了，吹口哨、喊口号、唱五月天的歌，动作也不小。根据路人观众所言，他们还对华晨宇粉丝发出一阵阵的嘘声。于是华晨宇粉丝开始不满，虽然我们是助阵嘉宾，但是现在是赌场，你们这么砸场子不好吧？慢慢的，互相喊口号的声音开始跑偏，对骂、对冲，互相伤害，互揭伤疤，甚至还把张碧晨的名字喊了出来。于是演唱会后，一个尴尬的词条出现了：张碧晨没惹任何人。就此事件，网友们主要分为了4大阵营。五月天粉丝认为他们喧宾夺主，华晨宇粉丝认为他们毫无礼貌，张碧晨粉丝冷漠回怼5Q，中立群众则在外摇旗呐喊：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很明显，这场战争又是以吃瓜群众胜利告终，粉丝们两败俱伤，张碧晨被无辜重伤，而娱乐圈只不过是又多了一个笑谈而已。但是网友们也并非都是吃瓜群众，也有人站在中立立场分析了这场争端的是非对错。首先，华晨宇的确没有路人缘，所以五月天粉丝最初在网上的抵制无伤大雅。其次，不管怎么说，冲突的确是五月天粉丝挑起来的，所以华晨宇粉丝的反击也没错。一场演唱会是偶像与粉丝的互相成就，更是享受歌声的舞台，绝对不应该成为一些人自以为是的情绪垃圾站和宣泄点。玫瑰少年在场内唱，场外却发生这样的事，不免让人心寒。最后两方吵架，带入无辜的第三方，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。这也是很多吃瓜群众此次站在华晨宇方的原因。华晨宇与张碧晨曾经的确有一段缘，他们也的确有一个孩子，大家觉得这是华晨宇生命中不可不说的一个黑点，所以网友们一直拿这个玩梗。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，从来如此便对吗？一场粉丝间的争斗，从最初的唱歌口号吵到了女性和孩子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没品的行为吗？正如许多理性的网友评价，无论如何，这种事都不能成为他们口嗨抨击的重点。很多事情不上热搜我们不知道，就像我们不知道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1天时间，两家粉丝还在大吵特吵个没完。或许不追星的人永远也不了解他们的执念，就像追星的人永远也不懂吃瓜群众的冷漠。可就这么一件本可以一笑而过的事，却因为玛莎的回复升级了。粉丝不过是留言希望五月天考虑观众感受，他就出面回怼：我会坚持我的喜欢。同样，玛莎的回复也引发了连锁反应，五月天黑历史被扒，不当言论曝光，网友也开始呼吁站起来追星。只能说，现在越来越多网友意识到明星过于高高在上了，明星们也应该学会谨言慎行了。越是记得及时解释或道歉，譬如3号的第2个瓜就很经典。战狼2主演卢靖姗与男星韩庚结婚，孩子才几个月就恢复工作。在节目上聊起生产经历，卢靖姗提到自己生了36个小时还没打无痛，瞬间引发争议，被网友指责愚昧。卢靖姗本人很快做出回应，强调每个女性都有选择自己生产方式的权利，应该尊重每一位妈妈的选择。她本人其实也选择了打无痛，并没有想要提倡不打无痛的意思。6月2日，娱乐圈狗仔冲了一波业绩，一天曝光了2大明星恋情，分别是 Baby 和黄晓明。这对娱乐圈知名前夫妻离婚1年多，再次因为私生活回归大众视线。面对新恋情曝光，二人的反应也大不相同。Baby 助理火速否认，坚称 Baby 单身。黄晓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回应，不承认也不否认，似乎默认了新恋情。网友根据狗仔爆料开扒，发现黄晓明也是半年时间内换了新女友，前绯闻对象网红叶珂已然出走美国，对外表露的态度也很是微妙，大钻戒都变成了自己买的。当然，只要不涉及劈腿、出轨等道德问题，不管是 Baby 还是黄晓明，都不需要对大众有所交代。沉默应对也算是对另一半的保护吧。6月1日，刘恺威一篇采访狠狠给前任杨幂倒了一把油，直接把前妻推到了风口浪尖。比起 Baby 和黄晓明的体面，杨幂和刘恺威这对前夫妻可谓争议不断。他们的女儿小糯米出生于6月1日，杨幂表面上没有任何表示，但个人账号 IP 变成了中国香港。
大家都默认他去看女儿了。谁想到就在同一天，刘恺威在采访中突然提到女儿，话里话外都是女儿最黏自己。报道了刘恺威采访的港媒更是直接报杨幂很少去看女儿，可谓把内涵杨幂放在明面上。这些年，有关杨幂对女儿的态度一直没有明确说法，杨幂本人似乎有意回避有关孩子的问题。有人认为杨幂是想维持少女人设，不希望外界联想到她的母亲身份。有人认为杨幂是想保护女儿，不希望拿孩子做话题。不管杨幂本人想法如何，避免曝光女儿一事肯定是没做错。这里就希望小糯米能够健康成长，不要被舆论影响。掐指一算，1周时间下来至少8个瓜了。6月的娱乐圈确实热闹，也庆幸没有明星再次突破下线。翻车虽有，但至少没有违法犯罪。未来3周各位继续保持哦。